好不容易帮胡小姐解决了乙醇汽油的问题，这不11月的克小姐又找上门来，说她打算忙完去逛个街，给她的保时泰贴个隐形车衣，但据说这玩意带自修复功能，材质种类繁多，区别超级大，有些拿不定主意，所以就来问问我。就当我还在纠结2选1的时候啊，这真的是令人难以抵御的魅力。正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我崩某人其实是一个年少无知、拔刀相助的3好学生。克小姐我也是帮定了，还用带我逛街诱惑我，不稀罕。标层、材质、自修复涂层，专业的东西依旧还是要去专业地方找，这不简单明了吗？这个就叫专业。他们3个分别对应着隐形车衣的3层结构，也就是说，看上去薄薄1层的隐形车衣，实际上有3层。这就意味着直接凭借某一层来判断整个车衣的性能是不对的。对隐形车衣有些了解的观众应该知道 ，TPU 材质是普遍比 PVC 要好的，但是这就意味着 TPU 材质的车衣就没有问题了吗？根据目前正在制定的汽车漆面保护膜行业标准表3技术要求中的序号4中，我们可以看到隐形车衣的行业标准，其中180度玻璃强度要在72小时后需要每25毫米长度承受5牛米的拉力，72小时后与30分钟后的比值大于或等于2，或者30分钟后的出粘时需要每25毫米承受至少2牛米的拉力。但是在汽车漆面保护膜力学实验分析结果的表5和表6，我们会发现 TPU 材质也有不达标的样品，所以我们并不能完全通过基材来判断，并且还有极个别样品玻璃强度超过了20牛，胶粘力过小会导致膜无法在漆面正常固定，产生气泡，容易脱落，影响使用；胶粘力过大会导致在撕膜的过程中出现残胶，影响外观。对原厂漆来说就是沾点东西，对于修补漆来说那可能就是脱衣服了。那么补汽车是不是就一定会扯下漆呢？今天累了，下次再找吧。我马上要下班了，你还要多久？哎，我怎么老是会被女人拿捏呢？大家好，这里是3区兄弟。我跟你们讲啊，不要被虚假的东西所诱惑。我是说，你们网上看到的各种撕车衣视频，就会发现他们都是简单粗暴的直接扯下来，这不留胶都说不过去。根据在汽车漆面保护膜行业标准的附录 A.1.2.1 旧膜清除里写了，用热风枪加热旧膜，并将其从漆面上缓慢剥离，就会发现他们都是属于违规操作。但是为什么门店不这么干呢？理由也很简单，费时间。贴车衣的话有2种选择，局部车衣、全车车衣。对于大部分买菜车来说，我会更加推荐局部车衣。一般来说，车子容易比较刮蹭到的地方主要是前车保险杠、侧裙、前叶子板和后视镜边缘，贴这些地方就好了。因为全车车衣如果需要获得一个入门的体验，都至少需要花5000元。当然，钱包厚实的车主随意。我强烈推荐上全车车衣的只有2种，贵的和用了金属漆或者珠光漆的车型。前者不必多说，后者主要是工艺问题，修补难度和成本都比普通车漆要高。素色漆和金属漆从垫有涂层到中间涂层的干燥，这些过程是相同的，但素色漆为单层面漆，而金属漆需要2层面漆。正是涂在银粉漆上的清漆层，使金属漆产生透明和深度效果，但就是因为多了一道工序的原因，让后续修补难度递增。比如马自达最出名的水晶混动红就是金属漆之一，刮蹭溅到了底漆，除非回原厂，不然就是喷不出那种效果。这也是为什么部分马自达虽然都是红，但就是红的不一样。当然这也是谁都不想见到的，所以对于金属漆、珠光漆车主来说，隐形车衣确实是有很大帮助的。如果补漆车想要贴车衣怎么办呢？首先你要确保给你喷漆的师傅技术没问题，漆的质量也没问题，以及车漆彻底干了再去贴车衣，并且在撕下来的时候也有必要和撕膜师傅提前说一下哪里补过漆，要温柔一点。这里也简单说一下车衣品牌和不同价位的材质，供大家参考。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弹幕里分享你认为不错的品牌或者型号。3000至5000元这个价位主要是 TPH 或者是劣质 TPU 材质，不建议选择。5000至1万国产的车衣大多在这个价位，一般都采用 TPU 材质，算是国产入门中等的一个选择。相比进口车衣，国产会更加厚实，满足大部分需求，质保也在5到10年。1万至2万进口品牌的入门或中等车衣 ，TPU 材质、抗刮涂层、胶水都不错，质保也在5到10年。2万元以上基本是最好的车衣，有钱可以直接上。进口可以看看 XPEL、龙膜、威固、圣科、罗利普斯、Sam、艾迪丹宁森，国内可以看看保镖、优帕、三游。这些材质没听懂没关系，待会儿我们会深入的讲，也会讲得很详细，确保小白也能听懂。回到流胶的问题，无论车衣用多好的胶水，使用几年后流胶基本是大概率事件，只是多少的问题。根本原因还是隐形车衣所用的丙烯酸酯压敏胶的通病，在剥离时，尤其是在户外或者使用调节筋受热、紫外光以及湿气等作用后，在被保护材料表面留有残胶或者鬼影，对被保护材料的表面造成污染。其中前机盖和边角大概率是会流胶的，因为前机盖下方就是发动机这个全车最大的热源所在，而边角则是因为贴车衣包边的时候需要热风枪反复加热所导致的。如果你打算剥离隐形车衣的话，我会建议
最好选择夏天，因为温度太低，车衣可能会变脆，难以去除，但是也不能太高，太高又会太软，不易剥离。一般来说，大部分车衣的剥离温度在3到40度之间。当然，因为不同品牌所用的材料不同，这个最佳剥离温度也有可能不太一样，还请以具体的产品为准。自修复涂层，大家也不要听销售把它神化，什么纳米技术、高级黑科技，其实用在车膜上的自修复涂层实际上是一桶回弹性非常高的高分子树脂材料组成，一般来说是聚氨酯丙烯酸酯，简写为 PUA。车衣自修复树脂的固化分有热固化、紫外线固化2种。热固化型自修复树脂中富含大量羟基，能与固化剂发生反应，提高交联密度，从而提升耐污性能。而紫外线固化在长期应用中耐候性不佳，容易开裂，因此热固化型应该更为普遍。用修复方式分有秒修复和热修复2种。秒修复型不需要外部影响，划痕一般在10至30秒内即可自我修复。热修复型需要60度以上的热水或热风的作用在划痕上，约10到60秒后可以修复。早期车衣大多采用秒修复方式，但这种树脂偏软，不够致密，影响耐污性，因此市场大部分已经转向热修复方式。基材层也是这些车衣厂商重点宣传的对象，说人话就是它决定了车衣上车后多久变黄。一支完全不会变黄的基材为脂肪族 TPU， 当然这是最贵的基材。目前市面上主要流行的车衣膜的基膜有 TPU 膜和 PVC 2种。 TPU 是热塑型聚氨酯， PVC 是聚氯乙烯， TPH 是加了塑化剂的聚氯乙烯。 PVC 材质对光和热的稳定性较差，纯 PVC 在高温或者是阳光暴晒会分解产生氯化氢分子，而氯化氢又对这一过程具有催化作用，在不添加助剂的情况下，分解变色现象越来越严重。人话就是 PVC 是最快且最容易变黄的，并且同时因为 PVC 的韧性差，作为车衣时加工麻烦，需要热风枪进行协助。为了提高韧性，在工业生产上，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一般是增加增塑剂，并且为了误导消费者，这种 PVC 也就被称为 TPH， 它会比普通的 PVC 更加柔软，在外观上也会更加像 TPU 材质。但是 TPH 中的增塑剂也是会随着光和热的作用逐渐挥发，最终变回 PVC。聚氨酯根据原材料异氰酸酯的种类不同，分为芳香族和脂肪族。脂肪族聚氨酯产品性能较为稳定，其强度、耐久性等性能都较好，但价格相对较高。而芳香族的产品性能与脂肪族的产品性能媲美，并且价格低廉，唯一的缺陷是其部分产品性能不稳定，尤其是白色或者浅色织物在紫外线的作用下，结构中的氨酯键易分解，氧化成醌类发色基团，与苯环相连接的亚甲基易被氧化使其发生黄变。从价格来说 ，PVC 最便宜，脂肪族 TPU 最贵，但正所谓价格和质量成正相关，所以脂肪族 TPU 也是最好的，但都是一层透明的膜。如何区分芳香族和脂肪族呢？最简单的就是问商家，第二是开耐黄变等级。其实说实话，你要是真不在意的话，我觉得芳香族 TPU 是性价比最高的。虽然 TPU 如此暴杀 PVC， 但在有一点上 PVC 是反超了 TPU 的，那就是阻燃性。TPU 的氧指数通常仅为16%至19%，属于易燃材料，燃烧时有浓烟并伴有大量有害气体和严重熔滴。而 PVC 分子中具有含量极高的氯，在燃烧过程中 PVC 分子链会退下氯化氢分子，而释放出来的氯化氢分子对燃烧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故 PVC 具有很好的阻燃性。并且通过这个我们也可以知道，不建议如网上所传通过燃烧来鉴别车衣材质。车衣的材料差不多就讲完了，这里有可能会有弹幕会问，之前那张图不是有5层的，另外2层算啥？你可以理解为包装袋。不过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在车衣的厚度也是有文字游戏的，一定要问清楚这厚度是车衣的净厚度，还是加上包装纸的总厚度。关于厚度嘛，当然越厚越好，道理不用我说，但是有一点，太厚的车衣不好包边。车衣和窗膜一样，3分膜7分填，选店最重要。我的建议是优先寻找无尘车间的品牌授权店，到店后最好检查一下该品牌的授权牌，一是减少踩坑的可能，二是在贴膜的时候降低灰尘附着在车身表面的可能，减少气泡产生的可能性。确定好店之后，就是裁剪车衣的方式了。目前有2种，手工裁剪和电脑裁剪，前者对师傅的技术有一定要求，因为需要手抠车标和字，操作不当容易划伤车漆，并且也有可能导致切边层次不齐，但优点在于都可以包边。机械裁剪则是专车专模，就省去了抠车标门把手的过程，边缘也会更加整齐，也不存在划伤车漆的可能。缺点就是部分地方无法包边，时间久了容易沾灰。如果你有熟悉的店，就可以手工。如果之前没有了解过，我建议选择电脑裁剪会更加稳妥。确定好要贴车衣之后，尽量选择不需要用车的时候。车衣不像窗膜几个小时就可以搞定，一般来说要2到3天。如果是车子比较大，或者像大巨那种线条比较多的，就可能需要4到5天。贴好后就轮到我们检验查收了，切记一定不要选晚上，晚上光线不好，很多问题没有办法发现，重点关注气泡和鼓包、雷达是否挖孔以及各个角落的包边，前者更为重要。
气泡和鼓包直接影响车辆美观，雷达则是会乱报警，滴滴的叫。把车开回去后，3天内不要洗车，7天内不要用高压水枪洗车，最好可以让车子晒晒太阳，蒸发车衣内的水分，但注意不要暴晒，并且不要跑高速，防止高速气流将车衣掀开。接下来就是车衣的缺点了，首先就是贴了车衣并不代表不用维护，它同样是需要定期保养的，像鸟屎之类的东西还是要及时清除，因为它就是一个保护 ADC 的盾山，也就能帮你扛一段时间，时间久了自己就记了。车衣这么贵的东西，总不能因为这么点小车去换吧？更换成本高，需要撕掉局部受损的车衣，然后除胶重新贴，费时费钱，并且如果想保险对车衣理赔的话，是需要购买额外的设备险，大约200块钱，也是一笔开销。总的来说，隐形车衣有利有弊，这主要还是取决于车主对车辆的爱惜程度。不说了，还是感谢柯小姐的信任，我可不想让她失望。